那根据美国情报部门的消息说，俄总统普京呢已经做好了在乌克兰进行长期战的准备。但是呢，乌克兰国防部的情报总局又说，冲突会在今年内结束。那刘先生，根据您的判断，这两种说法，您更倾向于哪一种？一旦这个俄乌冲突长期化，会对地区局势带来什么影响？从战场上的局面来讲，可能是俄罗斯和乌克兰现在一个不分伯仲的这样情况啊。那么这种情况其实对乌克兰来讲是比较有利的。那么另一方面来讲，我们要看到这种战争背后的这种物质力量的支持啊，也就是说，其实我们说看到打仗啊，对，最主要的它是一种整体的这个国家实力的一种竞争啊。那么已经有这个预测啊，俄罗斯可能今年的这个 GDP 啊，因为战争和制裁的影响，可能下降10%到20%。那么作为主要的战场的这个乌克兰，那普遍预期它在40%到50%的这个 GDP 的下降，所以这样的一种经济负担是可想而知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双方都有一种就是要求我们要这个能够达成和解，能够减少这种现在这种紧张的这种战事的这种需求啊。所以我觉得这其实都是一种积极的信号，就是有利于这种局势的一种缓和。但是双方的他的这个主张啊。其实之间的这个鸿沟这种分歧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其实真正能够达到这种和解，能够达到哪怕是这种暂时性的和解的话，我觉得也是非常困难的。欧盟的主要成员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最近也纷纷表态，希望俄乌之间尽快停火，通过政治和外交渠道进行谈判。而美国并不支持停火，而且一直在鼓励乌克兰继续打下去。在这种情况下，俄乌之间冲突有可能持续下去，具体什么时候结束还不好预计。就在上周末呢，普京他就说，因为乌克兰缺乏对进行严肃和建设性对话的兴趣，实际上俄乌谈判已经暂停了。那门女士，根据您的判断啊，这个普京所说的严肃和建设性的对话指的是什么？前几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向意大利的一个媒体抱怨说，法国总统马克龙要求他委曲求全，让一些土地给俄罗斯，这样就可以尽快停火。德国和意大利的表态虽然没有那么露骨，但是也要求乌克兰考虑尽快回到谈判桌上。至于乌克兰的领土损失，则不在德意的考虑范围之内。相关的一些欧洲专家就目前局势讨论的时候也指出，即便乌克兰现在在反攻，但若想从俄罗斯手中把已经占领的土地拿回来，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乌克兰想不仅要把顿巴斯地区拿回来，甚至要把克里米亚拿回来，这个目标难度确实比较大。所以，俄乌双方的共识几乎是零，停火谈判仍然是比较困难的。5月13号的时候啊，这个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进行了通话。那这也是俄罗斯在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呢，两国防长的首次通话。根据美国国防部的说法呢，美国方面敦促这个俄罗斯在乌克兰实现停火，而且呢，他们也强调了这个俄美两国实现沟通渠道畅通的重要性。那张先生，您怎么来看这个时候俄美防长进行的通话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吗？我们看到美俄因为俄乌冲突政治对话、安全对话终止了2个多月，这对于地区安全、对于全球战略稳定，特别是避免美俄双方擦枪走火，实际上是不利的。美俄恢复对话，实际上有助于全球安全和战略稳定，也有助于避免俄乌冲突升级。一直以来有这样一种声音，认为俄乌冲突有可能引发第3次世界大战，而且呢，俄方也多次向北约喊话，希望不要向乌克兰提供军援。那么，俄美之间对话将有助于消除俄乌和谈的这种困境。我们知道，这个北约接收新成员呢，必须得到30个成员国的一致同意才行。虽然说目前美国和北约秘书长已经点头了，说一旦提出申请呢，就这个缩短整个的流程。但是我们同时也看到，有一些北约国家，像土耳其，他就表示反对。但是有些消息说啊，这个土耳其已经给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已经提条件，这个列单子了。那刘先生，您怎么来看这个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还有哪些障碍呢？像匈牙利、像土耳其，他们提出的一些反对意见，其实
从某种程度来讲，并不是一种根本性的啊，就是它不是从安全的角度来考虑这样的问题的。像土耳其，它提出的最主要的就是传统的像芬兰、瑞典，尤其是瑞典这样的北欧国家，在人权在一些其他问题上，它可能和土耳其在这方面有一些这个我们说分歧啊。所以这些分歧，其实在整体的这个安全保障这样的一种高政治的议题下，看来它其实是次要的。也就是说，从长期的看来，我还是比较倾向于芬兰和这个瑞典能够最终加入这个北约的。那么这样的一种情况，但是也是得考虑它的本身的这个程序上的问题啊，就是说全体一致，然后另外它要进行这个多轮的审核。这可能不是一个短期能解决的问题，可能会持续1年或者是更长的时间。其实早在1994年的时候啊，芬兰和瑞典就加入到了北约和平伙伴关系计划当中，并且呢，在近几年与北约展开了密集的军事演习。有分析人士就认为呢，其实这2个国家早就一只脚踏进了北约。那张先生，您怎么来看这样的一个说法？那北约又是如何通过各种合作组织来不断的扩大自己的影响范围呢？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使得欧洲与俄罗斯的整体关系全面的恶化。俄罗斯将欧盟也视为安全的威胁，过去俄欧之间存在的互信合作也将走到末路。欧盟对于俄罗斯而言，以后不再是一种合作伙伴，而是一种安全上的敌人和潜在的压力。那刘先生，您觉得芬兰和瑞典的这种行为是否会引发其他国家的效仿？有哪些方面是值得警惕的？这种军事对抗集团化是不是愈演愈烈呢？我们说北约啊，它是这个美西方作为一种联盟手段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么一个方式啊。但是除此之外，在欧洲这个层面，我们看到还有欧盟这样的一个组织啊。那么欧盟其实现在27个国家，也并没有涵盖全部的欧洲国家。但是我们看到了，在这样一个中立国转向的情况下，像南欧的一些国家，像巴尔干的一些国家，他们也正在积极的和欧盟进行各种各样的谈判啊。也就是说，这种向西方靠拢的这种趋势啊，在传统的西方世界里，现在更加的这个形成，然后变成了一种趋势。芬兰和瑞典的加入，则更进一步刺激了北约的扩大态势。北约最近举行了，或者说正在举行和将要举行很多的军事演习，比如说代号为刺猬的最大演习之一将在爱沙尼亚举行，它将涉及来自14个北约成员国的15000名士兵。还有比如说在立陶宛，另一场代号为铁狼的演习将涉及到3000名北约的盟军士兵。所以从这一点看到，北约现在的情绪非常的高涨。而另一方面，结盟和阵营的划分使这个世界充满了更多的变化和不确定性。北约的扩大是否会使这个地区性组织更加的雄心勃勃？不仅在欧洲，甚至在印太也会更加的积极活跃。我们需要继续观察。5月14号，芬兰总统尼尼斯托主动地跟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通话，讨论了芬兰申请加入北约一事。那普京就表示说，芬兰放弃传统的军事中立的政策将是一个错误。那其实早在克里米亚危机之后呢，芬兰曾经有过加入北约的打算。2016年的时候呢，普京就表示，俄罗斯尊重芬兰方面的选择。那文女士，你怎么来看普京前后态度的这个变化？双方是心照不宣的，彼此给对方留面子。第二，芬兰虽然加入北约，审批还需要一段时间。加入北约以后，如何与北约合作，还需要具体的商谈。而俄罗斯现在集中精力在乌克兰，没有精力考虑芬兰的问题。第三，普京既然无法反对芬兰加入北约，只能退一步着想，芬兰加入北约不确定一定是威胁。具体需要看北约是否会在芬兰有军事部署，什么样的军事部署。无论如何，芬兰加入北约，俄罗斯整个的领土将暴露在北约的直接打击范围之内，所以对俄罗斯来讲，这将是未来非常棘手的一个问题。目前在俄罗斯的边界当中，只有6%跟北约国家接壤。但是如果芬兰加入北约的话，它1300公里长的这个边境线将使北约跟俄罗斯的这个接壤的面积大幅的增加，这会有什么样的危险在里面？俄罗斯将北约向东扩大，
视为对其安全利益、对其现实影响力的一种威胁。俄罗斯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实际上就是对北约战略东扩的一次反抗，是对美国所主导的国际秩序的一次反抗。如果俄与北约之间的关系无法理顺的话，那未来俄与整个西方世界，俄在欧洲的安全环境都将恶化，受益的只能是美国，俄欧之间都将是这场地缘政治游戏的受害者。上周呢，俄罗斯发出警告，如果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组织呢，波罗的海无核区的话题呢将不存在。有俄罗斯媒体甚至表示，俄罗斯应该用核弹头来应对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最近一段时间，确实有很多舆论都在讨论俄罗斯未来动用核威慑到底这个程度会有什么样的变化？那这对欧洲的这个安全会产生什么样影响？刘先生，也有很多这个理性的观察家认为。这可能就是一种表态，那么跟之前的冷战时期的表态可能没有太大的区别。它其实还是通过这种表态，通过这种方式啊，来使西方能够更关注自己的这种利益的诉求啊。那么我们现在看来，其实这次的俄罗斯的表态也有这方面的一些相似的地方啊，而且我们能看到从最高层来讲，其实并没有做出这样的表态。那么他从不同的这种官员的层次来做出这样的表态的话，实际上，某种程度来讲，也是俄罗斯的一种外交风格啊，它可能是一种外交战术的一种体现。此次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特别军事行动呢，是北约东扩的直接结果。如今呢，北约北扩在即，进一步的威胁俄罗斯的生存空间。俄罗斯必然会以某种方式来进行反制。这种变化将如何深远地影响欧洲的安全格局呢？俄现在的主要矛盾和主要方向还是在乌克兰。既然已经发动了所谓的在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普京的最主要的目的，在短期来看，仍然是要达到其迫使乌克兰放弃加入北约，实现俄在顿巴斯地区的政治利益、安全利益。从中长期的历史去看，俄罗斯在俄乌冲突之后，在未来一段时间仍然有机会，或者说有愿望改善与西方的关系。俄不会贸然打破与俄与北约之间的这样一种冷和平，不会选择热战。毕竟热战对于双方来说都是自我毁灭。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不佳，但这并不影响普京与西方一些政要的个人友好关系。德国前总理默克尔是一个，芬兰总统尼尼斯托是一个。不过，在默克尔去年卸任以后，尼尼斯托的角色就更加至关重要了。尼尼斯托是与普京打交道时间最长，而且是经验最丰富的欧洲元首。而最重要的是，尼尼斯托是普京的常年好友，个人关系非常好，他十分的了解普京，而普京有时候也会告诉他自己的一些想法。此次芬兰要加入北约，尼尼斯托明知会刺激普京，也还是和他进行了通话。双方到底谈了什么？为什么尼尼斯托说普京异常冷静？芬兰与俄罗斯会否由老友变成死敌？芬兰入约又会否酿成俄欧之间更大的危机呢？一起来洞察关键。5月14号，芬兰总统尼尼斯托主动和普京通话，谈申请加入北约事宜。普京没有拒接电话，他告诉尼尼斯托，芬兰加入北约将是一个错误，芬兰的安全没有受到威胁，改变外交政策立场可能会对双边关系产生负面影响。尼尼斯托办公室随后发表声明称，两位领导人的谈话直接而坦率，并且没有加剧局势。双方认为避免紧张局势是重要的。尼尼斯托在接受 CNN 采访时忍不住称，普京对待这个消息颇为冷静，令人惊讶。Actually, the surprise was that he took it so calmly. In security policy, especially talking with Russia, you have to keep in mind that what is said doesn't mean that you shouldn't be all the time quite well aware and follow up what really is happening. But so far, it seems that there's no immediate problems coming.
实际上，早在2016年7月1号，普京就曾对芬兰考虑加入北约一事做出回应。当时正在芬兰进行工作访问的普京，在两国元首联合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表示，无论芬兰是否加入北约，俄罗斯都将尊重芬兰的选择。但芬兰一旦加入北约，则意味着芬兰的国防丧失了独立性，因此俄罗斯也将调整自身的军队部署。而在5月16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吉安组织峰会上表示，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不会给俄罗斯带来威胁，但是北约方面假使将军事基础设施扩展到这些国家，那将引起俄罗斯的回应。回应如何，将取决于其行为对俄罗斯造成的威胁来评估。与此同时，俄罗斯外交部则猛烈抨击芬兰和瑞典申请加入北约的计划，声称这一行为是严重错误，俄方将被迫采取报复行动。普京的话，我觉得他这个俄罗斯元首，他不能去干涉这个芬兰人民的这样一个自主选择。这个2014年这个乌克兰危机啊，实际上已经对这个芬兰这个加入北约是有很大的一个触动了。俄罗斯他也明白，就是实际上也很难阻止这个芬兰加入这个北约啊，因为尤其是2014年这个乌克兰危机以来，就是芬兰与北约的这个合作实际上是越来越多，而且是公开化的。我相信俄罗斯对这个也是了解的。芬兰最终要加入北约，可能也就是一个时间上的一个问题。而芬兰总统尼尼斯托不仅是穿梭于东西欧之间的北欧信使，更是双方间的口译员，向两边解释彼此的想法。在他今年1月与普京进行最后一次长谈的前后，他察觉到了普京出现变化，他的心态、决心与果断显然不同以往。他相信普京觉得自己该把握现在所拥有的势头。尼尼斯托还称，俄罗斯坚持明斯克协议必须获得坚守，但俄乌双方对此有歧见。归根结底，在可见的未来，俄罗斯剩下的选项将是施压欧洲，并向美国提出要求。尼尼斯托给了外界不乐观的预期，这也让各国积极为俄乌开启战事做前期准备。而在俄乌危机前，芬兰化及其理念是欧洲国家试图化解乌克兰危机的倡议。法国总统马克龙此前在前往莫斯科的飞机上透露，让乌克兰芬兰化是他与普京讨论的方案之一。但在今年2月8号，马克龙与泽连斯基举行新闻发布会时，否认是他提议让乌克兰芬兰化的。芬兰化或称芬兰模式，其实是对芬兰在冷战时期对苏联政策的总结，泛指一个国家在维护国家主权的同时，不挑战更强大邻国的决定。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2014年在《华盛顿邮报》撰文指出，实现乌克兰的芬兰化是解决当前乌克兰危机的有效方式。乌克兰不能选择一方而反对另一方，应该成为连接东西方的桥梁。这一观点后来又受到了美国著名地缘政治学者布热津斯基的加持。他在2014年一场研讨会也表示，乌克兰可以仿效芬兰模式，即可向欧盟靠近，但同时保持与俄罗斯的关系。而现在剧情发生反转，芬兰一旦加入北约，将对俄罗斯安全形势产生巨大影响。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在4月14号就警告北约，如果瑞典和芬兰加入这个由美国领导的军事联盟，俄罗斯将不得不加强地区的海陆空力量，包括部署核武器，莫斯科也将有更多官方登记的敌人。梅德韦杰夫还表示，如果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俄方将加强在西部边界的防御，届时波罗的海区域无核化地位将无从谈起。俄罗斯莫斯科共青团员报网站5月12号发表一篇文章，题为《用核弹头应对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文章采访了俄罗斯国防杂志主编伊戈尔·科罗琴科。科罗琴科表示，在这种情况下，唯一且实际上无可争议的恢复军事的方法是将战术核弹头转移到西部军区和波罗的海舰队，也就是说，转移给西部军区的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以及在波罗的海舰队舰艇和潜艇上的口径导弹都应该装上核弹头，以威慑北约。这是唯一的方法。据英国《太阳报》报道，俄罗斯已开始将伊斯坎德尔弹道导弹转移到芬兰的边境。当地时间5月16号，社交媒体上一段视频显示，载有伊斯坎德尔弹道导弹的发射车正在向芬兰边境行驶。伊斯坎德尔是俄罗斯短程弹道导弹，射程近500公里，可携带核弹头。他的这个观点，实际上在俄罗斯的这个政策界啊，包括在军事专家这一块，实际上是很有市场的。因为不少的这个俄罗斯专家判断，就是说，这个如果俄罗斯与北约之间的这个冲突最终是要靠这个核战争来解决的话，
那么你北约就是再增加10个新成员，实际上也就是一个数量上的增加。实际上，对于真的他们双方的这种对抗也好，最终解决问题也好，如果是采取这种核战争的方式，是无济于事的。所以说，北约这种继续东扩这种方式，只是会让这个俄罗斯跟北约之间的这种安全困境就是越陷越深。当地时间17号，俄罗斯外交部宣布，俄罗斯将退出波罗的海国家理事会。俄外交部表示，波罗的海国家理事会正在堕落，欧盟和北约国家不愿意在这个平台上进行平等的对话。西方国家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并损害俄罗斯的利益，而垄断了这个组织。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特别军事行动，至今已经接近3个月。俄乌两军在顿巴斯地区的激烈争夺仍在继续。本周二最新的动向是，乌克兰方面主动停止在马里乌波尔的抵抗，俄军完全控制了这个拉锯了几10天的东部重镇。令人十分庆幸的是，俄乌双方对开启人道主义通道转运乌克兰方面在马里乌波尔的伤员迅速达成了一致，而且双方的人员交换程序也在持续运转当中。这是否意味着俄乌双方都对战事发展保持着理智？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上周还曾放言称，乌方反攻会在8月份打响。那么，俄乌冲突究竟会走向何方？随着马里乌波尔的硝烟散去，乌克兰东部会否走向相对的平静呢？来看短片。当地时间17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消息说，被围困在马里乌波尔亚速钢铁厂内的亚速营武装人员和乌克兰军人从16号开始走出并放下武器。俄罗斯方面公布了乌军及武装人员撤离的视频，他们被安排乘坐大巴离开，其中还有一部分女兵。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7号在即时通信软件发表视频讲话，证实乌军开始从马里乌波尔亚速钢铁厂撤离。对此，路透社评论说，数百名乌克兰士兵被带到俄方控制的城镇，可能标志着俄乌冲突历时最长、最血腥的战斗结束，也是乌克兰的一次重大失败。乌克兰方面对于这一次的投降，尽量去避免用这样的词语，但是客观情况是，马里乌波尔的乌军从地堡里面走出来，排着队接受俄军的搜身。从中这个细节可以看出，这个对于乌军的这个士气的打击是非常大的。马里乌波尔是俄乌冲突最激烈的地区之一，这座人口40余万的城市是乌克兰东南部亚速海沿岸的重要港口和交通要道，对俄乌而言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双方争夺马里乌波尔的结果将对整个俄乌冲突局势产生重要影响。分析认为，马里乌波尔对乌克兰而言是抵抗的象征，这座城市控制权的归属将极大影响俄乌双方的士气。乌克兰的说法，马里乌波尔的这些士兵是乌克兰的英雄，因为他们向全世界展示了乌克兰的这个抵抗精神。但不管怎么说，这场仗打输了，对于乌克兰确确实实是一次重大的打击。在本次特别军事行动中，俄军控制了位于乌克兰南部的赫尔松州和扎波罗热州的亚速海沿岸部分。5月12号，俄罗斯媒体报道，乌克兰南部赫尔松州军民行政机构副主席基里尔·斯特列穆索夫表示，赫尔松州将申请加入俄罗斯，并承诺永远不可能被乌克兰重新控制。赫尔松州与克里米亚接壤，东临亚速海，欧洲最主要的河流之一第聂伯河就是从该州北部注入黑海，其战略位置有多重要，不言而喻。赫尔松州还是乌克兰南部农业工业产业化大州，享有乌克兰面包篮之美誉。此次该地区被俄军控制之后，俄方称乌方已切断赫尔松州及扎波罗热州部分地区的移动通信和互联网，俄方将此界定为乌方公然放弃了这些领土。此外，乌方已停止对俄控地区的乌居民支付养老金、补贴以及履行银行义务，进一步引发当地民众的不满。早在4月28号，斯特列穆索夫就放话称，该州已被俄军解放，不可能归还纳粹乌克兰。不过，他指出，赫尔松州不会建立一个共和国，也不打算全民公决，而将由俄总统应赫尔松州请求发出统一命令。据了解，该州的俄罗斯化进程已经开始，5月1号起，该地开始使用俄罗斯卢布。预计2022年年底前，赫尔松州将从舆论和立法上做准备，向俄联邦主体地位过渡。
近期，美国在俄乌局势上的态度也格外值得关注。5月13号，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与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通电话，这是自俄罗斯在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两国防长首次通话。俄国防部在一份声明中说，绍伊古当天应约与奥斯汀举行电话交谈，双方讨论了包括乌克兰局势在内的国际安全热点问题。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科比当天发布简短声明说，奥斯汀在通话中敦促立即在乌克兰实现停火，并强调美俄两军保持沟通渠道畅通的重要性。美国国防部一名官员透露，美俄防长的通话长达1个小时，这次通话是必要的，但未解决任何的尖锐问题。另据美媒透露，美军参谋长联席会主席米利将继续寻求与俄军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通电话，目前尚未有具体日程。美方呢特别强调，即使美俄关系如此紧张，但是保持沟通渠道的畅通是非常重要的。俄罗斯方面有可能要加大对乌克兰西部的军事供应线的打击力度。那么在关键时刻，双方通过这个沟通渠道，对一些擦枪走火的这些意外事情进行一些沟通，防止出现无法控制的要素。与此同时，美国向乌克兰提供超过400亿美元的巨额援助，因美国肯塔基州共和党参议员兰德保罗阻止，未能在参议院通过。这项法案的搁浅很可能严重影响乌克兰军队的武器供应。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约翰科比在13号当天的记者会上表示，国会需在5月19号之前通过这笔援助，否则将开始影响美国向乌克兰不间断提供军事援助的能力。5月17号，美国参议院也通过一个程序性的法案，81票赞成，只有11票反对，所以也是做了一次测试。这意味着接下来参议院通过这个决议问题也不大。当然了，这次决议要满足保罗的一个条款，那就是要加大对这些资金的这个监督的使用。毕竟在美国国内打仗还是富有争议的，因为战争呢，它就是一个烧钱的机器。你不管怎么样，美国得到多大的好处，但是大部分人还是受害者。在军援受阻后，美国国会立刻派人前往乌克兰灭火。5月14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基辅会见了到访的美国国会参议院少数党领袖共和党人米奇·麦康奈尔率领的代表团，双方讨论了对乌克兰的国防和经济援助，以及强化对俄制裁等问题。泽连斯基在会晤后表示，这次访问再次证明了美国会两党对我们国家的支持力度，以及乌克兰和美国国家之间关系的强度。泽连斯基还表示，他在会晤中呼吁美国正式认定俄罗斯为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其实在反恐问题上，美俄之间是有默契的，特别是在美国遭受911恐怖袭击之后，俄罗斯在反恐问题上是和俄罗斯和美国站在一起的。恐怖主义的问题在国际上仍然存在，美俄之间在这个问题上还会有一些有限的合作空间，所以美国也不大可能把恐怖主义的标签同意贴在俄罗斯身上。而在制裁层面，俄乌冲突爆发后，欧盟已对俄罗斯实施了5轮制裁。计划中的第6轮制裁最初是在5月4号由欧委会提起的，因为想要斩断俄罗斯重要财源石油而备受关注。但令外界意外的是，据《卫报》5月16号报道，欧盟对俄罗斯发起的最新一轮制裁未能达成。俄媒今日俄罗斯介绍，欧盟外交高官承认，由于以匈牙利为首的一些国家反对，欧盟成员国经过10几天的协商，最终未能在对俄罗斯实施石油禁运一事上达成一致。匈牙利总理欧尔班16号回应称，以整个欧盟为主体发起的集体制裁通常都会失败，欧盟正在滥用权力，将外来意识形态强加于匈牙利。上周在欧洲方向尤其令人关注的还有芬兰和瑞典申请加入北约这事儿，外界都担忧北约在此时纳入芬兰、瑞典将极大刺激俄罗斯，甚至引发欧洲大战。不过在北约内部，如果要纳入新成员，必须要获得一致同意。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就明确表示不会同意芬兰和瑞典的加入。在芬兰和瑞典分别表示要派出外交官到土耳其说服埃尔多安以后，埃尔多安表示不会批准那些对土耳其制裁的国家加入北约。不仅如此，欧盟提议的对俄罗斯的第6轮制裁法案再一次没有通过，原因就是欧盟成员匈牙利的反对。
那么，在欧洲这2个主要组织当中，都存在制衡美西方、对俄进一步施压的力量。他们与西方不同调，到底是什么考量？又能否坚持到底呢？5月18号，芬兰和瑞典向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总部正式提交加入北约的申请。芬兰驻北约大使科尔霍宁和瑞典驻北约大使温霍夫向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递交了申请信函。And we all agree that this is an historic moment which we must seize. 值得注意的是，17号在芬兰议会对是否加入北约投票时，8位议员投下了反对票。他们表示，加入北约将导致我们的边界成为北约和俄罗斯之间的边界。新的紧张局势不仅会在申请过程中构成风险，还会成为我们外交和安全政策中新的永久的问题。该国外交部长佩卡则称，加入北约不会改变芬兰的基本国策。有分析指出，从战略上看，芬瑞2国入约后将极大改变波罗的海及其周边地区局势，使其影响进一步抵达在未来经济和地缘战略上越来越重要的北极地区。更重要的是，这意味着北约对俄罗斯的战略包围和威慑进一步延伸，特别是俄第2大城市圣彼得堡距离北约边界仅170公里。俄最重要的经济中心完全暴露在北约的威胁之下，令外界担忧西方与俄罗斯的关系或将持续紧绷。我认为呢，瑞典和芬兰加入到北约以后呢，就意味着欧洲安全秩序变得更加极化。像瑞典和芬兰这样的原有的软缓冲地带，就变成了冰冷的水泥地。知道原来的欧洲安全秩序是建立在冷战后期1975年赫尔辛基最后文件原则之上，但是既包括芬兰、瑞典这2个中立国，也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安全秩序。但是呢，随着北约的不断东扩，现在呢又向北扩张，就使得这个俄欧之间的缓冲地带越来越少。芬兰、瑞典加入以后呢，又标志着西方同俄罗斯之间的不信任感达到了冷战结束以来的最高峰。按照规定，芬瑞2国正式递交入约申请后，需经过北约30个成员国议会批准，2国才能成为正式成员。预计这一过程需要4到12个月的时间。但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在柏林举行的北约外长非正式会议期间表示，如果芬瑞2国提出申请，北约将最大程度缩短2国入盟的过渡期。如果一切按计划进行，2国的申请协议可以在大约2周内签署，之后2国将获得被邀请国的身份。这种地位赋予了2国未来参加所有北约会议的权利，但没有投票权。但值得注意的是，目前作为北约成员国之一的土耳其就公开持否定态度。5月13号，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表示，土耳其不会支持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的计划，因为这些国家是许多恐怖组织的大本营。14号，在德国柏林参加北约外长非正式会议的土耳其外长恰武什奥卢也再次强调，有望成为北约新成员的国家支持库尔德工人党是不可接受、不可容忍的。他还说，绝大多数土耳其人都反对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结合当前俄乌冲突持续延烧的背景，土耳其的不配合似乎也不难理解。长期以来，土俄与土乌之间的沟通都较为密切，土方考虑到本国利益，也不喜欢俄乌局势进一步恶化。而芬瑞2国此时再加入北约，无疑会给乌克兰危机火上浇油。此外，土耳其也一直视芬瑞2国为半敌对国家。土方认为，芬兰和瑞典长期庇护的2类组织对土耳其造成威胁，一个是曾与土耳其政府长期发生冲突且寻求建国的库尔德工人党，另一个是在2016年企图推翻埃尔多安政权的葛兰主义者。面对闹脾气的土耳其，瑞典外交大臣表示将很快派代表团前往土耳其讨论加入北约事宜，而北约和美国称相信土耳其不会阻止瑞典和芬兰2国加入北约。不过，针对瑞典外交大臣林德和芬兰外长哈维斯托为2国加入北约近期将访问土耳其一事，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表示，土方不会同意对土实施制裁的国家加入北约。如果土耳其不同意的话呢，那芬兰和瑞典即使美国和其他的北约国家愿意他加入，那他们也难以加入北约。但是呢，土耳其之所以这么做，它主要是在不想错过机会啊，他是希望能够坐地起价，他是拿自己的这一票作为一个筹码，想要换取一些外交上的收益。但是我个人认为呢，
不会影响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的这个所谓的大局的。有观察认为，除土耳其外，还有一些北约国家的态度值得关注，匈牙利就是其中之一。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特别赞同俄罗斯的发展道路，此前还一直拒绝对俄罗斯实施制裁。此外，匈牙利还曾与芬兰发生过冲突。据报道，匈牙利长期被其他欧盟国家指责在法治上不符合欧盟标准。2019年，芬兰担任欧盟委员会轮值主席国时，曾在法治问题上针对匈牙利。当时，匈牙利媒体一度把芬兰称为匈牙利的新敌人。结合国家情况，匈牙利可能也会像土耳其一样，趁机要点好处，让欧盟多给一些援助。而就在上个月，克罗地亚总统米拉诺维奇也曾公开反对2个北欧国家加入北约。他要求北约成员们先保证克罗地亚族在波黑的选举权。事实上，除了外部因素外，内部因素也存在着变数。在瑞典国内，许多民众发声抗议加入北约，对北约说不组织。日前在首都斯德哥尔摩发起大规模示威活动，指出申请加入北约是草率的、错误的，甚至可能是致命的。芬兰左翼联盟领导人尤西·萨拉莫也警告称，不要在感情冲动下做决定。Nej, jag ser inte hur vi ska kunna få en bättre värld av ett medlemskap i NATO faktiskt. Men det kanske är naivt. Men jag är fortfarande tveksam. Jag tror att det äventyrar dels vår säkerhet, men sen så allierar vi oss också med mindre trevliga och pålitliga länder. 我觉得主要是俄乌冲突的刺激，令很多瑞典和芬兰民众有了恐俄心理，在病急乱投医的恐慌气氛之下，那他们急切的希望寻找到自己可以抓住的稻草。那美国领导下的北约呢，这时候恰恰就成为手边可以拿起来的这样的稻草。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与欧亚研究院副院长、副研究员万青松则认为，芬兰或不会放弃与俄罗斯过往的情谊，会在北约体系里寻求与俄罗斯新的对话渠道。我觉得芬兰加入北约的它的整个防务的这个压力会更加大。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说实话，这会使得这些成员国对俄罗斯担忧会越来越大，不得不要迫使是吧？北约必须要寻求跟俄罗斯的这种某种形式上的这种对话和合作，所以说这有可能会改变，就是在这个1997年北约跟俄罗斯建立的这个北约俄罗斯理事会的这种所谓的合作的这种双周的模式吧。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芬兰加入北约实际上也是会促使北约需要去考虑这个怎么更好的去跟俄罗斯寻求一种新的这种对话呀。因此，万青松认为，芬兰和瑞典应该是有限度加入北约。加入北约其实本身并不意味着就是，美国就会在这个新成员的这个领土上自动这个部署这个核武器，因为这个是需要单独这个协商，还有需要签署这个协议的。那么另一方面，我觉得就是，芬兰的政治家和老百姓也不太可能就是说马上就同意啊，因为他们也非常明白这样一个决定的话，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额外的这个风险的这个因素。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应该还是能够意识到的。所以说，在这个基础上，我觉得我也不排除芬兰可能是有保留的这个加入北约。当然，我觉得芬兰也是可以拒绝在它的领土上部署这种核武器的。外界注意到，芬兰和瑞典目前的执政者似乎也都赞同与北约共同提升自身的军事装备，甚至多年来都在铺垫加入北约的军事建设。比如，他们定期参加在挪威举行的多国冬季联合演习，芬兰、挪威和瑞典空军定期一起训练和演习，有时也与其他北约部队一起。5月，随着美国与北欧国家领导人举行峰会，北欧国家开始用美式装备进行武装。譬如，芬兰于2021年12月宣布采购美制 F-35战机，金额高达94亿美元。北约成员国也逐步开始在瑞典举行联合军演。2022年3月14号，北约又在成员国挪威进行了一场28个国家参加的寒冷反应2022军事演习，瑞典也参与其中。美国军舰弗雷斯特谢尔曼号更是罕见地停靠在了斯德哥尔摩港口。5月11号，英国首相约翰逊先后到访瑞典和芬兰，与两国领导人签署安全协议。
约翰逊说，一旦发生灾难或者我们其中一方受到攻击，我们将互相帮助，包括提供军事援助。他表示，这份协议标志着英国与瑞典、芬兰在防务和安全合作领域的显著变化。新协议将强化欧洲北部防务。值得一提的是，芬兰和瑞典已于2017年加入英国主导的快速反应部队联合远征军。联合远征军按照北约标准和原则行事，可以同北约、联合国或其他多国联盟联合行动。自2018年全面运转以来，已经独立或与北约联合举行过多次演习。